这只白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屋顶上整整24个小时了，这让人们怀疑这只狗被主人抛弃了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狗狗名叫大白，它有着一个极为特殊的嗜好，那就是无论风吹日晒还是雨淋，都会坚持守在屋顶上的这个地方，而且都只面对同一个方向，并且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。那么狗主人为什么不管它呢？原来狗主人也知道大白的这种特殊癖好，可对此却也无可奈何。他甚至都不知道大白为什么这么痴迷于待在屋顶，就连吃饭都不会下楼。每次男主都会带着食物来到屋顶投喂，大白看见香喷喷的狗粮馋得直流口水，仿佛下一秒就会扑上去大口享用。然而让人疑惑的是，大白只是闻了一下狗粮，又转身跑到了屋檐上的老位置。难道他还不饿吗？男主将狗狗从屋檐上招呼下来，大白并没有去吃食物，反而直勾勾地盯着主人，萌萌的眼神仿佛在说该怎么做。难道还要我教你吗？男主这才苦笑着将狗粮端到屋檐上，大白这才美滋滋地享用起来。原来狗狗并不是不饿，而是一定要在屋顶的这个位置才肯吃。吃饱喝足后的大白也不运动，就舒服地躺在屋檐上，无视大街上的喧嚣，就开始呼呼大睡，甚至到了晚上也不回家，就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，蜷缩着身体在屋檐上睡去。然后第二天一大早，几只早起的鸟习惯地将它喊醒。大白打了个哈欠，神情显得有些忧郁，不开心的一天又要开始了，因为他知道今天主人又要出门了，并且很久不会回来。原来男主的工作需要频繁性的出差，因此大白常常会独自守在空无一人的家。而大白之所以每天待在屋顶，就是因为那个位置刚好可以看见主人出门，也是回家的必经之路。大白就守在这里，希望第一时间迎接主人回家。久而久之，大白就干脆直接住在了上面。一些不知情的路人还以为狗狗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，但没人知道它只不过是在想自己的主人而已。为了能第一眼看到主人回家，大白会一直守在这里寸步不离，即便面对外界的种种诱惑，他都丝毫不为所动。面对路过漂亮小姐姐的搭讪，他只是傲娇地抬着脑袋坚持本心。只见一位大叔拿着美味的面包朝他挥舞，尽管大白被馋得直流口水，也没有选择离开这个位置。好在善良的大叔并没打算逗弄他，直接将手里的面包抛给了这个忠诚的狗狗。每一次主人出差归来，大白就开心得像个孩子似的，激动地在主人身边撒娇卖萌。短暂的陪伴就让他的脸上充满了幸福。狗狗的这份忠诚让男主非常感动，有时候他甚至想放下一切去陪伴狗狗，可现实是残酷的，他必须为了生活而继续去奋斗拼搏，也为了大白的一口狗粮而努力。既然无法放下工作去陪伴你一起疯狂，那起码能让你过得舒服一点也是好的。于是男主送了爱犬一份特别的礼物，将大白的狗窝搬到了屋顶上，还专门购买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伞棚，为等待自己的狗狗提供一份温暖。狗不嫌家贫，这句话在大白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们内心没有贫与富的概念，不需要大鱼大肉和温暖的大床，主人短暂的陪伴就能让他们无比幸福快乐。能看见自己的主人平安回家，就是他们一生最大的心愿。衷心祝愿每个毛孩子都能被主人温柔以待，也让我们给狗狗的忠诚点个大大的赞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，有着一道奇特的风景。一位老奶奶拖着装满废品的小车艰难前行，旁边还跟着个蹦蹦跳跳的小狗。老人是一位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，由于生活上没有经济来源，年迈的奶奶只能依靠捡废品来维持生计。这只名为伊拉的小狗就是老人生活中唯一的帮手。奶奶捡了10年的废品，而伊拉也陪伴了她整整10年的光阴。当其他狗狗还在主人怀里撒娇时，伊拉已经跟随奶奶游走在每个大街小巷。奶奶在整理废品时，伊拉就乖乖守在小推车旁，帮主人看守着属于他们的东西。每天清晨太阳刚升起，他便跟随奶奶的脚步一起出门了。就这样一人一狗穿梭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，伊拉的存在也让老人少了些许的孤单。如今奶奶的年纪大了，腿脚不便，但狗狗永远不会离奶奶太远，发现奶奶跟不上就会停下来等着，像个尽忠尽责的保镖一样时刻守护着奶奶。10数载的春秋让他们早已经成为了彼此最亲近的家人。对于奶奶来说，狗狗不仅是一个家庭成员，也是她生活的精神支柱。他们的家很小也很破旧，虽然日子过得很是清苦，但有着彼此的陪伴，每一天都无比充实快乐。回到家后，奶奶会先烧点温水，细心的给伊拉洗去一天的疲惫。尽管生活的比较拮据，但老人从不会在饮食上亏待狗狗，自己吃什么就给毛孩子吃什么。小小的院子里，温暖的阳光落下，奶奶坐在屋门口想事情，伊拉就乖巧的趴在脚边。奶奶心酸的说，如果没有伊拉的陪伴，她可能早就孤独的死掉了。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如今的伊拉已经是一条老狗。奶奶最近发现伊拉走路时总会一瘸一拐的，这让老人十分的担心，哪怕深夜都难以入睡，因为伊拉已经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老人并没有什么积蓄带狗狗去医院，尽管狗狗生病了，每天依然拖着伤腿陪奶奶外出，省吃俭用1个月后，老人才勉强凑够了钱，立马就带着伊拉去看医生。然而检查结果却让老人如遭雷劈，兽医说狗狗是因为年纪太大关节衰老导致的，并没有太好的办法治疗了。这时奶奶也终于幡然醒悟，原来伊拉也已经老了，狗狗的陪伴支撑了老人的整个晚年。奶奶温柔地抚摸着伊拉，随后用布袋将它背在身上。在寒风萧瑟的大街上，奶奶走的每一步都很沉重，就像背着孩子一样带着伊拉回家了。
难以想象老人此刻心里是多么的绝望和无助。不过奶奶并没有因此放弃毛孩子，每天抽空就会帮他按摩受伤的前腿，每个夜晚都会紧紧陪伴在伊拉身边。你守护了我10年，现在轮到我守护你了。几个月后，有人在路上碰到老人，奶奶高兴地指着一旁活蹦乱跳的狗狗，激动地向人们分享伊拉康复的喜悦。伊拉也因为能继续陪伴主人而感到开心。在奶奶的精心照顾下，狗狗的腿居然神奇般的好了，就连医生都表示这真是个奇迹。或许正是他们心中对彼此深刻的爱的力量，让他们一起创造了这份奇迹。狗狗还想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主人，它无法丢下老人一个人在世上孤独地活着。即便生活再难，可他们的脸上却始终挂满了笑容，不离不弃地守护着对方。衷心祝愿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伊拉能一直陪伴在奶奶身边，幸福地生活下去。希望那些像伊拉一样忠心可爱的毛孩子们都能陪伴主人无灾无痛，安稳一生。眼前这位大爷神神叨叨，边走边跺脚，然后居然趴在下水道上汪汪汪学起了狗叫。难道大爷中邪了不成？原来最近村子里来了2只小流浪狗，一只小黄狗钻进了路边细小的排水管道里，小黑狗也紧随其后钻了进去。这个排水管道有2个进出口，最重要的是都通往大爷家的院子。2个小家伙就在管道里安了家，那平时吃饭又该怎么办呢？刚好此时大妈正在院子里晒萝卜干，小黑狗顺着香味找了过来。等大妈离开后，小家伙就快速冲上前吃起了萝卜干，小黄狗则坐在远处鸡贼得很，观察到小黑安然无恙后，这才快速跑上前享用其美味。就当他们俩吃得入神时，大妈发现了2个小贼，提着扫帚就冲了过去。2个小家伙哪见过这种阵势，被吓得慌忙逃窜。小黄率先钻回了下水道里避难，小黑不但没有躲藏，还胆大包天朝着大妈奶凶奶凶的叫，这可把大妈气坏了。偷吃了萝卜干还敢骂我，指挥大爷必须要抓住这2个小贼，不然今晚就别回家了。大爷丝毫不敢怠慢，开始在村子里四处寻找，终于在下水道里发现了2只小狗，这也就有了开头神神叨叨的那一幕。其实大爷是想把小狗吸引出来，可不管怎样，小狗就是铁了心不愿出来，甚至还奶凶奶凶的吠叫挑衅大爷。这下可彻底激怒了大爷。大爷说自己小时候是村里第一抓鸟高手，今天就让你们2个无知的小家伙知道为什么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。随后大爷找来了绳子、木棍、菜篮3件套，很轻松就制作好了抓捕神器，又在笼子下放了一些小零食。远处小黑歪着脑袋迷茫地看着，似乎在想老头在打什么坏主意，可最终他还是无法抵挡美食的诱惑，边走边吃，慢慢靠近笼子。大爷屏气凝神，不敢发出丝毫动静。就当小黑走到笼子下时，大爷激动地拉下绳索，万没想到悠悠一动猛将篮子拉飞，受到惊吓的小黑撒腿就跑，实在是太打脸了。大爷只能哈哈大笑掩饰尴尬。不过大爷并没有就此放弃，重新搭建好陷阱，决定证明自己。那么吃过亏的狗狗还会再上当吗？几分钟后，小黑再一次没心没肺跑了过来，不过相比于之前要谨慎了许多，在笼子附近徘徊许久不敢靠近，最终馋嘴战胜了恐惧。小黑再一次走到笼子下，吸取了上一次的失败经验，这次大爷小心翼翼拉动绳索，终于将小黑困在其中。但万没想到的是，小黑狗居然直接顶着篮子跑了，就像顶着壳的寄居蟹一样，那场面是既滑稽又搞笑。一旁的摄像小哥差点笑得当场去世。等大爷连滚带爬追过去的时候，小黑狗已经丢下篮子逃之夭夭了。大爷用大笑来掩饰尴尬，没想到会被一只小狗耍得团团转。放学回来的孙女得知家里来了2只小狗，天真可爱的她瞬间双眼放光，于是带着2碗狗粮就要去喂狗。很快2只小狗就被香味吸引，从各自洞口钻出来，大口享用着美味。吃饱喝足后，2只小狗悠闲地在村里四处溜达，开心地在草地上嬉戏打闹。没一会儿，小黑狗跑到垃圾堆旁，推翻垃圾袋，翻找起食物残渣，似乎是刚才的狗粮并没有吃饱。大爷也没有忘记老伴下达的任务，此时正是抓捕他们最好的时机。可2只小狗警惕心很强，还没等大爷靠近，就一溜烟跑回了洞里。现场只剩下一地随风飘扬的垃圾。回去的路上，大爷在菜地里发现一只小狗的尸体，和那2只狗狗差不多大，应该是一起流浪过来的，看伤势是被什么动物袭击致死。女孩看到这一幕很是伤心，之后和大爷将它带到山上埋了起来。如果继续让那2只狗狗在外流浪的话，很可能会遇到相同的遭遇，并且小狗们一直住在管道里，一旦下大雨，后果难以想象，救援计划刻不容缓。很快大家就在院子里搭建了一个大型抓捕铁笼，和大爷之前自制的抓捕神器对比，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随后在院子里铺上了零食路，一直到笼子里。不一会儿，小狗就闻着香味从下水道里跑了出来。2个小家伙边走边吃，由于他们年纪尚小，不知人间险恶，就这么毫无防备一路吃进了笼子。抓捕行动比想象的还要顺利。看到2只狗狗被成功困住，大爷像个3岁孩子似的激动地拍着手。受到惊吓的小狗在笼子内慌忙逃窜，最后缩在角落瑟瑟发抖，在小哥的安抚下才渐渐平静下来。随后兽医给2只小狗做了检查，通过牙齿推断，在2个月左右，刚断奶没多久。
应该是被人故意遗弃在这儿的。由于长期躲在阴暗潮湿的管道内，两个小家伙都患有轻微的皮肤病，好在通过药物治疗很快就能痊愈。大爷的孙女很喜欢两个可爱的毛孩子，想要收养他们。大爷也很喜欢这两个机灵的小家伙。最终爷孙俩一拍即合，在没征得大妈的同意下，决定收养两只小狗。两个可怜的毛孩子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，再也不用东躲西藏、提心吊胆。祝愿他们今后可以健康快乐的生活下去。就是不知道大妈知道后会是个什么反应，估计这下她的萝卜干要彻底遭殃了。最后让我们一起给善良可爱的大爷点个大大的赞吧，并在评论区打出好人一生平安。我们下期再见。